没兴趣，在下从不和鬼鬼祟祟之人做交易，还是免了吧。大出小老头预料，韩立连听都不听，一口回绝。他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愕然，但随即又想起了什么，脸上皱纹舒展了一下，轻笑了起来。道友这话说得太早了吧，最好还是听一听的好，听完之后厉兄再做决定也不迟，否则吃亏的可是厉兄。哼，对在下不利，这倒让厉某有些感兴趣了，姑且听上一听吧。道友如此做才是明智之举，小老儿先给道友看一样东西，然后再谈交易的事情。这老头嘿嘿一笑，一拍腰间的灵兽带，顿时一团绿光从带中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后落在了老头头顶上，现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灵兽来。此灵兽仿佛一只放大数倍的蜗牛，但是通体碧绿异常，缓缓摇头，晶莹细长的触角，行动极为迟缓的样子。蠕虫兽，道友拿出此兽是何意思？难道想让此兽向在下喷射毒液？在下怎会用这种低阶灵兽来对付道友？不瞒厉兄，老夫这灵兽有些小小的变异，而变异的能力恰恰对一些幻术障眼法有点看破的能力。刚才厉兄和阴罗宗几位道友对峙，老夫恰巧正将一缕分神寄附在此兽身上。道友应该知道老夫所说的意思吧？道友将那竹筒变成长刀的情景，能瞒过他人，但却瞒不过此兽灵觉。就算如此又能怎样？道友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嘿嘿嘿，道友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老夫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是道友肯赠送在下3-4件宝物或者一大笔灵石的话，在下马上将刚才看到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绝不会骚扰厉兄的。你在要挟我？怎么，道友动了杀心？道友还是收起来的好，在下也是散修，可不怕道友的威胁之言。老夫独自出现在道友身前，自然是拥有十足的把握。我早就让一名弟子跟在了阴罗宗和那天蓝圣女身后，只要一出事儿，我那位徒弟就会立刻将你幻化背后之物的事情老实的说出去，到时候道友麻烦可就大喽。道友可想而知吧。而且这里是进京城，前来参加拍卖会的高阶修士不计其数，道友觉得有可能在这种地方杀老夫灭口，只要老夫一声长啸，道友就无可奈何。那时候小徒领着阴罗宗之人走来，这里有在下纠缠，道友根本无法遁走，只有死路一条而已。也许4-5名元婴级修士联手还无法灭杀道友，但7-8位呢？据我所知，阴罗宗在进京的元婴级长老可不仅这几人，这么多人，道友还有自信逃脱吗？破财消灾，这才是明智之举。哼，看来不给道友一些好处还真是有些麻烦，就是不知道友想要什么宝物。这就对了，在下也只是求财而已，丝毫没有和道友鱼死网破的想法，在下也不挑剔什么。道友随便给几件古宝，老夫就心满意足了。老者闻听此言，心中大乐，对方如此贪婪，让韩立眉梢不经意的一跳，神色阴沉，手往储袋里一摸，手掌一翻，顿时多出了一团银光，里面隐隐有一个鸡蛋大的圆球。这几件古宝道友胃口太大了，别的古宝没有，这颗云霄珠是我当年偶然得到，因为功法缘故不太适合我用，阁下拿去，不要太贪心了，小心撑破了自己。韩立没好气的手腕一抖，
圆球直射向小老头。老者面露喜色，但目光一闪，并没有直接伸手去接此宝，而是将蠕虫兽往身旁一抛，袍袖猛然一拂，一片乌光蓦然从袖中飞射而出，一下将那金银色圆球包裹在其中。过了片刻后，见此兽没有什么异样，这才小心穿过光幕，拉到了身前。这东西花纹有些奇特，的确不是普通古宝，就不知有何神效。此宝有何功效，道友还是亲自一试的好，在下可以保证，绝对会让阁下大吃一惊。这倒也是，但一件古宝就想打发了在下，道友岂不觉得儿戏？是有些儿戏，不如这样，在下在此送道友上路如何？老者闻听此言，尚未反应过来，体内法力猛然间往手中圆球中狂泻而出，随着砰的一声轻响，圆球爆裂开来，灵光闪动间出现了数十只甲虫，正是韩立所存的不多的3色噬金虫。这些灵虫方一现身就猛地展翅，同时向老者恶狠狠地扑去。如此近的距离，老者根本来不及闪躲，脑中只闪过一丝不好。噬金虫一头扎进了老者的面孔，密密麻麻的大口撕咬起来。要不是老者身为元婴修士，护体灵光倒也凝厚，这片刻间就面目全非。如此多狰狞灵虫在上面撕咬不停，同时双目无法视物，老者惊恐之余，自然2口黑光闪动，拼命朝脸上狂抓而去，想要将这些怪虫抓下，同时一吸气却要张嘴发出冲天的笑声，想引来其他修士。可就在这时，他耳中传来一声冰寒入骨的冷哼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但方一入耳，神识就骤然传来撕裂般的剧痛。老者身子抽搐了几下，不由自主的一声惨叫，刚到嘴边，箫声戛然而止。老者心中大骇，正想不顾一切的身形先倒射腾空时，下一刻神识中剧痛忽然消失，脸上死粘着不放的甲虫也全都展翅高飞，双目豁然一亮，他竟重新视物。但与此同时，一柄被紫焰缠绕的数尺长剑一下出现在老者身前，迎头一斩而下。老者大恐，一声低吼，根本来不及释放法宝或者施展遁术避开，只能将全身灵力狂注入到身前的光幕，先挡一下这击再说。惊怒交加的他早已明白，眼前这位自称海外散修的家伙一开始就动了杀心，哪有丝毫破财消灾的想法。心中暴怒之余，也不禁大悔招惹此人。好在他这一面黄色木盾是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件古宝，防御力惊人，即使对方是元婴中期的修士，挡下一击应该不成问题。老者心中转念的一瞬间，扑哧一声轻响，黄色光幕和金剑方一接触，竟如同豆腐一般被一斩两半。接着金剑落下之势不停，刺目金光一闪，老者躯体骤然变成了2片，向两侧倒下。同时一个寸许的黑色婴儿一脸惊恐，呆呆地停留在原处，被一团紫色寒冰直接封在了里面，无法动弹分毫。金剑一个盘旋，顺手一击，将那失去了主人的蠕虫兽一剑绞杀成了血雨，然后再一次飞至了紫冰上空。一声霹雳后，数道粗大金虎从剑上弹射而出，化为一张纤细的电网，将元婴罩在了其内。轰隆隆之声不断，紫冰连同里面的元婴都在金光中化为了乌有。这时韩立才神色一缓，但动作却丝毫不停，反手冲老者尸身一抓，其腰间的储物袋就飞至了手中，同时2颗拳头大的赤红火球从另一只手臂的袖中射出，将老者和蠕虫尸体化为了乌有。随之韩立毫不迟疑腾空而起，青光闪了几闪，整个人鬼魅般的在空中消失不见。仅仅1刻钟的时间，5道颜色各异的惊鸿突然从此地上空现形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，此盾光纷纷落下地面，现出了男女5人来，正是林银平、葛天豪等4人。
另外一名面孔陌生的男青年却是一名结丹期修士。就是这里不错，家师的气息就是在这里消失的。那名男青年手捧一个法盘，一脸不安。这里的确有些残存的灵气波动，其中还真有那位姓厉家伙的气息，里面还有一些血迹。看来你师父已经被灭口了。不可能，家师虽然比那贼子修为稍差一筹，但怎么可能连惊呼的机会都没有？哼，你知道什么？别说一个元婴初期修士，那人可是曾经灭杀过同阶修士的狠人。你师父猝不及防之下被此人灭杀，毫不奇怪的。不过小老儿到底如何和你说的，再老实的和我们仔细说一遍。而这时林荫平将神识放出，迅速将此地搜索一遍，突然柳腰一晃，人一下就到了7、8丈的某处，伸手在地上吸起一物来细看，脸色骤然难看起来。家师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将本命法盘交于晚辈，并约定万一法盘出现异样，或者一定时间后不见他返回，就立刻将那人的事情向几位前辈坦然告知，好及时救他脱离险境。不用说来，令师肯定已经出事了。这样东西是不是你师父使用古堡上的？林银平手一扬，一样东西直接射向了青年。青年慌忙接手，看了一下后顿时心中一沉。这是一块黄色小木牌，上面闪动着熟悉而微弱的灵光，正是小老头那面木盾残片。这是家师的木魁盾，此盾坚固异常，防御力更是惊人，怎会被毁掉？林道友，看来小老儿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原先听你之言，还不太相信那人真有灭杀同阶修士神通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人似乎比预料还要厉害3分。小老儿虽然只是元婴初期修士，但是本身精通数种不凡遁术，可竟连求救之声都没有来及发出，就被灭杀了。可见此人神通已经不下于元婴后期修士了，仅仅我们几人恐怕还无法拿下此人的。怎么，葛兄不会连贵宗镇宗之宝也不打算讨回吧？桂罗幡既然落在了这人手中，贵宗4长老十有8九也命丧此人手上了。杀了我们阴罗宗长老，还夺了本宗至宝，别说他还不是元婴后期修士，就算是真的，本宗也绝不会放过此人的。但是这人似乎和你们天蓝草原仇怨也不轻，否则林道友身为一族圣女，也不会专为此人滞留我们大晋数年之久的。只要能灭杀此人，原先圣殿答应贵宗的条件，本人可以再加2成。但是此人身上宝物，我们圣殿然必须先挑取一件。3成，擒杀如此厉害的修士，本宗还不知道会损失多少人手。至于宝物，本宗原先就答应贵殿的，当然不会再有他意的。本殿可以答应此条件。林银平只是略一踌躇，就一口答应了下来。